介绍完藻类的繁殖方式，接下来要谈的是藻类的生活史。大家应该对电影《X 战警》里面的变种人可以瞬间转换外在的面貌的这样的画面还记忆深刻吧？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外在。藻类或许无法瞬间改变形态，但某些藻类的一生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独立个体，透过不同阶段的繁殖与生长方式，进而建构成复杂的生活史。什么是生活史？英文称为 life cycle， 也可以称为 history。生活史是指生物个体自母体脱离后，开始独自生活，经过各个成长阶段，直到成熟可以繁殖产生下一代，而到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样完整的生命循环过程，我们就称之为生活史。藻类生活史的研究是有助于藻类细胞的发生、成长、分化以及它生殖机制的了解。最重要的是藻类养殖发展时我们所必须仰赖的讯息。藻类生活史的复杂是所有生物当中最难理解的。它的生活史存在着3种不同的形式，最主要的区分是在于这个生活史里面减数分裂的发生的时期，以及在该时期藻体的形式。所以以下有4个专有的名词，先让大家了解一下。第一个我们称之为 hyprobiontic， 它的中文翻译叫做单向，是指生活史当中藻体仅存在着一种独立生活的外在形式。第二个叫做 diprobiontic， 中文翻译成双向，是指生活史当中藻体存在着2种不同形式，但是它都可以独立生活的个体。那单套跟双套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了。在遗传学里面，单套指的是细胞内染色体套数仅有正常细胞染色体数的1半，但是在藻类的生活史里面，我们通常会用这个字来代表所见到的藻体，它的细胞中的染色体是单套的，而双套的，同样的，也就是反映在这个藻体的细胞中染色体是双套的。因此，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生活史里面的第一种，它的形式是 type 大 H 跟小 h， 大 H 代表的就是单向的 hyprobiotic， 而小 h 代表的是单套。这个形式的生活史的减数分裂是发生在结合子要发育产生新个体的时期。那因为结合子是由亲代产生的配子结合而成，因此结合子具有双套的染色体的细胞。当要逐渐发育成独立生活的新个体前，它就经过了减数分裂，而减数分裂就让这个新个体的细胞仅有单套的染色体。这样的新个体就会发育成具有结合能力的配子，然后这个配子再找到另外一个配子进行有性的结合生殖。大家很常听到的单胞藻就是属于这种形式。而第二种生活史，我们称之为 type 大 H 小 d， 也就是它的生活史里面只有一个单向的世代，但是这个单向的世代的藻体是双套的个体。这个生活史的减数分裂是发生在配子产生的阶段，这是大家应该比较能够理解的繁殖方式。雄配子与雌配子的产生是经过了亲代、长精器及长卵器等生殖构造中的成熟细胞，在经过减数分裂而来的。而能够行使减数分裂的亲代，通常染色体的套数都是双套，而在自然界中的藻体也存在这样的一种双套的个体。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新的个体的基因组其实是来自于2个不同亲代的组合。那我们藻类里面的细藻跟一种生活在欧洲温带海域的末角藻都是属于这种形式。所以这是末角藻的生活史，大家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生殖的构造里面，它有的长卵器跟长精器，而长精器会产生的精子，这精子具有鞭毛，会游动，去找到卵子结合，形成结合子，而结合子再发育成一个新的藻体，就是末角藻。而细藻也是属于这种形式，或细藻的生活史比较特别，它是由一个上壳跟一个下壳结合而成的个体。这个我们在后面细藻介绍的时候，我们再对大家做比较清楚的说明。接下来第3种生活史是 type 大 D H 小 h 加小 d， 这个生活史比较复杂。在生活的环境当中，独立生活的藻体会存在的2个阶段，分别是孢子体与配子体，它们都可以在环境中里面被发现。因此以大 D 表示其中孢子体的基因组是双套，而配子体是单套，所以就有一个小 h 跟小 d 来表示。许多藻类便以单套世代跟双套世代交互循环来完成这种生活史，这个我们称之为世代交替。大家可以先想想2个问题：刚刚提到的孢子体与配子体会长得一样吗？第二个，
我们在野外看到这样的海藻，到底它是孢子体呢，还是配子体？第一个问题会让大家比较困扰，孢子体跟配子体的外观形态，它们在实际发生的状况下，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不同的，这必须要视种类而定。像大家常在海边看到的石唇，它就是属于孢子体跟配子体的外观看起来都相同的个体，这个我们称之为同型世代。而大家常吃的海苔片，也就是紫菜，它的孢子体跟配子体就长得完全不一样。不过这两种藻类的生活史的基本形式都是属于第三类型的生活史。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型的生活史是如何进行的。Type 大 D 小 h 加小 d 的生活史，基本的形式就是孢子体产生孢子，孢子发育成雌雄配子体，其中雌雄配子体会产生雄配子，而雌配子体产生雌配子。雌雄配子体相遇结合，便会形成结合子，而结合子就会再发育成孢子体，完成生活史的循环。而减数分裂就发生在藻类孢子体要产生孢子的这个时期。所以这个生活史大家要记得的是4个重要的阶段，分别是孢子体、孢子、配子体、配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孢子体产生孢子，配子体产生配子，而配子体是由经过减数分裂的孢子发育而来的，而孢子体则是经过了雌雄配子结合发育而形成的。我们接下来就用石唇跟紫菜的这个2个生活史来让大家更熟悉这个第3类型的生活史。这是石唇的生活史。石唇的生活史中存在的孢子体与配子体2种形式，我们刚刚提过了，对，外观上面完全一模一样。那孢子体会产生孢子，配子体会产生配子，而减数分裂就在孢子体产生孢子的这个时候，然后孢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逐渐发育成具有雌雄性别的配子体，而雌雄配子体会再分别产生雌雄配子，雌雄配子在水中相遇就会形成受精卵，我们也称之为结合子，然后再发育成孢子体。那大家还记得刚刚我所提的第2个问题吗？我们在野外看到这样的石唇，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孢子体还是配子体呢？孢子体内的细胞的染色体是双套的，而配子体是单套的，外观上并没有办法分辨。如果真的要分辨，就得透过细胞核的荧光染色来确定。不过，根据我们在野外的观察的经验，在野外采到的石唇大多是孢子体居多，这可以从显微镜下面观察到这个孢子体是否会释放出带有4根鞭毛的游走孢子。如果有，所观察到的藻体就应该是孢子体。如果看到的释放出来是具有2根鞭毛的细胞，那它是配子，所以所释放出这个配子的藻体就是配子体。所以这个也是要大家去野外采集之后才有办法去做比较精准的判断。接下来介绍的是紫菜，它虽然也是属于第3种生活史的模式，不过孢子体跟配子体的外观是完全不一样的。紫菜是在冬天才会生长的一种海藻，所以我们通常在冬天的海边看到的是紫菜的成熟的藻体，它是属于配子体。随着配子体的成熟，它会产生雌雄配子，然后进行受精结合，然后发育成孢子体。孢子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的季节已经逐渐进入了春末夏初，这个时间已经不再有利于这个藻体的成长。所以紫菜的配子体因为喜欢短日照、低水温的这样的生长条件，那这个孢子体在遇到这样子高水温的环境的同时，它到哪里去了呢？经过受精结合的紫菜孢子体，它是属于丝状体的状态，跟原来看到的配子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它会藏在比较阴暗的礁石缝处，借此躲过夏季的炎热。当秋天，尤其是秋分的时间到的时候，白天的日照会变短，水温会开始下降，紫菜的丝状体就会开始产生孢子，而孢子就会再发育成我们看到的配子体。等到配子体长大，我们就可以采收了。紫菜虽然很早就被我们当成入菜的食材，但是在还不了解紫菜生活史之前，早期的靠海的居民都是在海边等到紫菜的生长季节到了才去海边采收。目前紫菜的完全养殖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不过因为耗费人工与等待藻体成熟的时间比较长，并无法像陆地上大家看到农夫种稻米的那样普遍，
所以大家要看到紫菜的生活史，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这张照片是在澎湖的姑婆屿，当地的澎湖的居民在岛上采集的紫菜的一张画面。姑婆屿是天然紫菜主要生长的地点，也被澎湖列为保育区。每一年，澎湖的居民只能在开放的时间里面去做紫菜的采收。但随着我们对于紫菜生活史的了解，我们现在知道野外野生的紫菜的藻体是配子体，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采收紫菜的同时，取得它的雌雄配子，在实验室里面进行雌雄配子的结合。由于雌雄配子结合产生的丝状体，它不喜欢阳光太强、水温太高的环境，而且这时候它都藏在石头缝里，所以我们就用牡蛎壳来让它附着，然后把带有丝状体的牡蛎壳培养在一个比较阴暗的室内环境中。等到秋分的时间，再把这个牡蛎壳放到野外的环境里面，放在那个竹筒里。竹筒里的牡蛎壳上面带有的丝状体，就随着短日照、低水温的这样子的生长条件，开始产生孢子。孢子就会逐渐在架好的网子上面附着，产生新的配子体，而配子体就是之后我们可以采收的紫菜。让大家是不是对于紫菜的生活史以及养殖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呢？许多藻类的生活史并非仅是单纯由受精卵发育成藻体，再由藻体产生雌雄配子进行受精的过程。在生活史的过程当中，有些雌配子会自己发育成个体，有些经过减数分裂后的孢子也会产生独立生活的新个体。所以这也是目前全球大型海藻养殖的种类还不是很多的原因。大家常吃的海带、海带芽、紫菜等等这些海藻，它都是靠人工养殖而来。因此，要养海带跟紫菜，我们都必须找到它们生活史中各个阶段的培养方式，而这也是研究藻类生活史并确立生活史中各阶段成长条件的意义了。目前已知道完整生活史的藻类的数目还不到所有藻类总数的一半，因此藻类生活史的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以上是我们对于藻类生活史的介绍。